大家好，我是阿强。大家好，我是陆克。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呢，是一个所谓的官员同性强奸案。哇哦，所以这个事情好有吸引力，非常有吸引力。这个事情发生在2014年，当时的话呢，有一个叫天涯杂谈的一个论坛，有一个25岁的男子呢，在上面发帖说，我被山东省某局的副局长强奸了。哇！所以当时这个帖子发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有很多的人都在转发这个事情。你知道火了啊？你知道很多人的评论是什么吗？很多人说，看见没有，现在官员已经对异性没兴趣了，哇，开始对同性有兴趣了。所以伸向了同性，非常荒唐的这种讲法，都是好像在传播这种八卦。但我因为做这个领域的工作很多年嘛，我当时觉得说这个事儿有点蹊跷，因为大部分的同性恋的这个官员呢，都是非常的低调的，不太可能说有这样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呀。就觉得说这个事情背后是不是某个官员跟他的同性交往对象之间发生了一些私下的矛盾，或者情感的纠纷。然后呢，这个事就闹大了。我发帖的这个人呢，他放了自己的身份证，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实名举报，我就打了他的电话。我本来是想要跟他确认一个事实，我说你在帖子里面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吗？然后这个人呢，马上否认了。哦，他否认了，对，很奇怪是吗？对呀，他说这个事不是真的，是别人栽赃我的，让我去怎么写的，怎么样的。我打完这个电话以后，听上去更加复杂了哈，对，有点扑朔迷离的，我就觉得说，哎呀，那你这个事有点怪，有点蹊蹊。之后的话呢，他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今天晚上最后一班机要飞到山东的某某地方啊，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下飞机以后会联系你。我那个时候呢，心里面就想说，哇，我这个终于跟新闻当事人联系了，很兴奋的看，我很兴奋，又加上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可能需要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我当时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说，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刻，我应该帮他。我就说好的，那你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联系我啊。总之，他到酒店里面住下来之后，他告诉我说我已经住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叫 L 的某某官员，明天早上跟我约了10点钟见面。他说呢，见面的时候我要打电话给你，因为我怕他会带一些公安什么之类的，把我的资料给拿走了啊。我说好的。那第二天早上呢，我起床以后也跟他联系，他就说这个叫 L 的这个官员呢已经快来了。他就显示很紧张，就说哎呀怎么办，我的资料该藏在哪里呢？他说等他来了以后如果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帮我报警哦。所以我当时呢觉得很奇怪，我就说没关系，但是呢我还是在内心里面认为呢他们两个好像是一个情感的纠纷。那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我很能够体会和理解这样一个情感上的一些纠纷，然后呢我还想试图做一些调和的工作。这个举报者叫王显啊，他很焦虑，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叫 L 的人呢就去到了这个酒店里面。去到酒店里面以后的话呢，我听到这个叫 L 的人就说，你小子帮我可害惨了。那你怎么听到呢？因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在这个旁边保持了通话，对，他一直保持通话。这个叫王显的人就告诉这个 L 就说他一直在跟一个公益组织的人在通话，他就是劝那个人跟我通话。我也跟他聊了一下，我跟这个副局长吧通了一个电话，然后我就说，哎，那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处理好这个事儿，别影响了各自的工作，因为我是非常善意的从这个角度上去想这个事情啊。那个人就说我们会的，他说我会冷静处理的。但是后边过了一会儿之后的话呢，王显打电话给我说，这个 L 走了。很显然他们两个呢有点不欢而散啊。那个 L 要他把那个资料给他，王显呢可能打电话跟这个副局长讲的时候就说，我掌握了你什么资料啊。那这个官员呢就可能想要把资料拿走，所以总之吧，就是后面不欢而散了。这个人走了以后的话呢，王显呢就不停的打电话，那个人就不接了，就把他拉黑了，可能就不接他电话了。不接他电话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打电话给我，有点气，然后非常的气急败坏，在电话里就不停的骂那个叫 L 的这个副局长。后面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奇怪，我有点这个好奇心哈。对呀。然后后面我就说你在什么地方？他说我在青岛。我说那我现在去青岛，我就买了一张当天的机票，去到青岛，在青岛见的这个王显。我当天晚上赶到青岛，大概应该8、9点钟这个样子。在青岛的机场，王显接上我以后，我才能够更近距离的了解这个事情。这个人呢，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虽然说是25岁哈，但实际上看上去可能要
比25岁要年长一点，头发呢也是比较蓬松的，就也没有弄得太干净，没有打理。再从机场去到青岛市区的这个路上，他2个手机就不停的交替的在打电话，没有1分钟会停下来的。而且我坐在后排的这个位置上，非常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他的这种焦躁，就是明显的那个躁狂。那我在后面的时候呢，我听他打电话里面，一会儿说我要去找黑社会喽，要曝光他喽，一会儿我要在网上买资料，买他们家女儿在哪里上学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说，这个叫王显的人不太正常。他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很明显他有一些这个难以理解的事情啊，我对他的同情呢就开始减少了，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那我们知道这个不再是一个情感纠纷了，那很有可能是这个人在跟别人交往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我呢就保持着这个观察啊，我就跟他呢聊天，通过他打电话呢，我在判断一些事实。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去了酒店住，他想要跟我去酒店住，我就没同意，因为我觉得难道他要跟你发生点什么？那倒不是啊，因为他说他很害怕。我不方便跟别人住一个房间，然后呢我就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刚开手机，他就打我电话，说明他一直在打我电话，对吧？我们见面的这个过程里面，同样的他的手机不停的在响啊。当时的舆论环境呢还能够报道这些主题，我就知道说某一家门户网站的微博频道说，哎，你快点来我们这里开一个微博吧，我们把你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重点来推。就那个时候大家都需要流量，有各个媒体去联系他。对吧？我听到他在接电话就说啊，我们是浙江某一家电视台的，邀请他去做节目。哇，成名人了。对，还有呢就是山东本地的这个媒体啊，我也听到在采访他。王显就会说啊，你过来，你们来采访吧。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会抱着一些善意，我就觉得说，那你们这个事情闹那么大，为什么你还要接受媒体采访呢？你应该不要发表这种看法了，对吧？你把这个事情就慢慢就平息了嘛。对，你这样对那个副局长也不好，对你自己生活也不好嘛。对。但是很明显，这个人呢，就游游荡荡的，那个你看上去他也不是一个正经人。但是那天中午的时候呢，事情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王显告诉我说，他接到了山东的某地的这个纪委的电话。纪委的就是说呢，我们看你发在网上的这个帖子了，就想来跟你面谈一下，想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呢给他说清楚。听说纪委要来的话呢，这个王显呢就有点焦躁，又开始躁了，然后他又怕，又跟别人说，那你来呀，我在哪里？所以后边的话呢，王显就跟这个纪委的2个人约在了青岛的这个机场。当时呢，因为我也坐在旁边，纪委的人呢告诉他说，他们一会儿要到机场的时候呢，那个王显又开始很焦躁。焦躁的时候呢，他直接把我的包给拉开，把他的这些所谓的资料，比如他身份证什么，就塞到我的包里面。而我看他打电话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几个电话呢，我也留意了一下，有机会的话也确认一下。纪委的人呢，确实到了机场，这2个纪委的人都很客气，也很文明啊。然后呢，就跟王显聊，就说那你们2个发生过几次性关系你们怎么认识的？确实都问了。那当然，王显呢，我感觉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讲的话呢，像是真的。他们2个在那个退伍军人的或者那种交流的网站认识的认识完了以后的话呢，之后就见面啦，发生性关系了，他们2个就开始交往了。纪委的人也会问他说，你们2个发生了性关系对吗？王显说是的。那你们2个谁搞的谁？就谁做一谁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嘛。你们俩谁查谁嘛？当时这种问这么细嘛，很私密的问题都会问的，所有的问题都会问。大概纪委的问了有1-2个小时，他们就走了。因为当天晚上我也要回广州工作。那王显呢说他要去上海当时我们都在机场嘛，就是这个就分开了。我回到广州以后呢，我觉得有点怪，因为这个王显呢一会儿就告诉我说呢，他对不起这个 L 局长一会儿呢他又开始说我要报复他，他前后说法非常的矛盾。一会儿呢就说都怪那个 W， 我说 W 是谁？又出来一个人物是吧？他说这个 W 呢是这个 L 的同事说就是这个 W 给了他 L 的很多资料，让王显去搞这个 L就是说去给他找麻烦。究竟有没有这个叫 W 的人呢？我不太清楚我不是很确认。但是呢，这个事情就显得更加的扑朔迷离是的。回到广州以后呢，我就在网上查了这个叫王显的这个人和他的一些这个信息吧。然后果然呢，我就搜到了3个判决书，在网上可以找到，比如说他诈骗他3次诈骗，在网上都是有判决书的而这个人讲的话不一定可信。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写了一篇报道，发在了国内的一个门户网站吧。发完之后的话呢，这个事儿呢很快就降温了。
哦，这样的。因为传统的媒体他们其实对报道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大兴趣，但是呢，互联网这个所谓又一个热点又出来了。对，互联网有很多热点，但重点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呢可能是一个诈骗，并不是官员好像我要用我的权利来所谓的强奸一个同性，至少我了解的事实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王显呢就知道我写了一篇这个报道嘛，他就打电话威胁我。他打电话威胁我，不仅仅是骂我，是威胁我，说我要去广州啊，我要整死你啊，他就已经开始暴露了他那些本性了。还有一个故事呢，可能更加的离奇是什么呢？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了之后，过了差不多3-4天吧，有一个也是公安系统工作的人，联系到我，他就说：“阿强，谢谢你这篇报道。”他说我差点被这个王显给整死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个叫王显的人跟他认识之后呢，同志交友嘛，有可能就互相之间了解不这么细呢，就上床了，对不对？上床了以后的话呢，王显呢就会把你们上床的这个过程录音或者录像。那录音录像以后会怎么样呢？又整这个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你在哪里工作，对不对？他不知道你在哪里工作的时候，就说我要给你买一双鞋，因为我们俩交往，我要送东西给你，你会不会给我地址？好，那这个人呢就给了他地址。给了他地址以后呢，他就寄了东西去，对不对？最后他就拿了他工作地址了。对。所以呢，这个王显呢就开始，懂了吗？我就控制了你，控制了这个人以后呢，你就要听他话。打电话给我的这个人就说，3个月里面瘦了30斤。因为他很恐惧，他说我自己是做一个执法者，但是我最极端的时候都想恨不得把他干了，就说我自己都想犯法，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他说这个王显还做过另外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当然这个事我没办法求证。他说这个王显呢又跟北京的某某某也交往，交往的时候呢，这个王显呢他就要闹自杀。王显要闹，对，要闹自杀，就说你现在不来见我，我就要闹自杀。他用各种各样的控制啊，情绪控制什么之类的，就说我要闹自杀。他交往的对象呢也是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就是王显呢跟体制内的这些人交友，我掌握了你的隐私。那之后的话呢，知道你们不敢声张。对，因为体制内的这些同志都是很低调的，所以呢他们就不敢道出声张。可是呢，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的话呢，我就要曝光你啊，我就可以把你这个说的，你就没法做人了。他其实是通过这个来控制了好几个人我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联系我的这个人讲，就说他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单位的地址都被他知道了呀。对，是的。他说他一不听他的话，王显就说你再不听我话，我要去到你当地，我去到你那个单位，我整死你。我还记得我后面也写了一篇评论，就是说王显是怎么控制，有点像肉鸡一样，知道吗？就控制这些体制内的这些肉鸡，让他们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有很多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他们其实很恐惧，因为他们不能够让自己的身份被别人知道，或者他们很害怕自己的性倾向被别人知道，尤其是大部分人他们都结了婚了，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仕途。那这样的话呢，就给了像王显他们这种人的一个机会，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呢来敲诈勒索呀，来去控制别人啊。这个是在过去的10几年前吧，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也很可怕啊。当然，如果不可怕的话，他也不至于3个月掉30斤体重，是吧？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谢谢。